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拜托了冰箱"中国版第6季，更多新鲜视频，精彩不断。哎，全世界最好的美食就在你的冰箱里，只是你自己没发现。欢迎收看腾讯视频最强下饭综艺，拜托了，冰箱。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清爽灵芝的每一天独家冠名播出，小白乳白又白，焕活肠胃喝起来，清爽解腻零脂肪，活力满满每一天。我们的节目由一起好好喝杯茶的立顿联合赞助播出，一杯好茶换元气，轻盈自在无压力。我们又回来了。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马上呢就迎来本季拜托了冰箱最后的一组嘉宾，我们的2位大哥。大哥，对，提到大哥，第一反应是谁？成龙、沈腾。不是，其实这一期的嘉宾又是井柏然跟白敬亭来欢迎。又是他们，2个兄弟又杀回来了。这2位大哥呢，他们成为大哥的原因不太一样，但是呢，他们都是很多的观众非常喜欢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对，是我们的好朋友。有一个可能跟你不是特别熟，有一个跟你特别熟，然后2个都是我的好朋友。哪有人不是你的好朋友？说几个没有你不是朋友的朋友。世界杯。好，欢迎我们今天的冰箱主人闪亮登场。都来。大哥开不了门哎，打不开门。加油加油，用力推，可以的，好。来，我们欢迎黄景瑜，欢迎杨超越，哟呼！好久不见啊，跟你其实经常见，跟超越真的好久没见了。今天穿得好乖呀。好的，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说2位都是大哥呢？首先，大家看到我们景瑜的这个形象、身材，就给人一种安全感。不是开玩笑的。而且最近我2次见他，他都爱里面穿件很紧的衣服，外面穿一件有一点透视的松松的衣服。这是什么风格？叫欲盖弥彰，就要督促自己赶紧要瘦下来。你听到我管超越叫大哥，会不会觉得？对，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他个性特别爽朗，所以大家就觉得，特别是他的粉丝就很喜欢管他叫大哥。没有，因为我老是让他们叫我什么大哥、岳哥、岳哥，我们今天管你叫岳哥好不好？啊，行。那这里面除了我们黄景瑜之外，还有一个大哥，你们知道是谁吗？不是我，是我吗？对。啊，为什么？因为你们在《放开我 baby》里面，你们2个都是哥哥啊，对不对？金鱼哥哥和嘎嘎哥哥是不是？哇，好久了，我觉得好像有2年了。2年了，而且他们2个就是在那个节目里不是要带宝宝吗？比宝宝还幼稚。他幼稚一点。不是某方面你比较幼稚，哪些方面？某方面也有我比较做饭，我比较弱智。每天早上我们要叫宝宝起床，然后帮他们换尿片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景瑜哥呢，那方面可能比较弱。哪方面比较弱？就换尿片这方面。对，然后呢，我呢就是煮饭比较弱。这个分工也是分得很清楚。其实那一次我就跟景瑜哥拉得比较近啊，然后也跟东宇，学东哥，不是东宇哥呢，我还，然后楠啊，周正楠，对，我们每次拍摄完以后，我们都会聚，每一天。你第一眼见到超越是什么感觉？有非常好的感觉，但是还是非常好尴尬。你别这样好不好？我错了，尴尬，我错了，再聊啊。好，不好意思。我们首先呢要祝贺一下我们景瑜的这个新戏《幸福触手可及》，现在播得非常好。然后我看到网络上每一集出来都会有很多的热点，特别是在这个剧中呢，我们景瑜扮演的这个宋玲啊，是一个大家就觉得非常会怼人的那个霸总。然后有人说呢，这个里面台词也特别多，特别碎，
然后又特别能怼人，就有人好奇说，这到底是剧本写的，还是景瑜在现场有自己即兴发挥？有一部分算是自己想出来的词吧，因为拍戏你一个镜头有时候会开很多条嘛，但是我有时候可能脑子会短路啊，每一条拍的都不太一样。你自己现在回头看也觉得那时候在现场话很多，是不是？有点讨厌了，其实。那么你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两个演员搭档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商量着来，还是也是好朋友那种，你怼我一句，我怼你一句的？私下其实还好，不太会怼，因为这个热巴毕竟也没有什么好怼的点，我觉得。哦，这很高的评价了。对。他也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搭档吗？啊，那我以为他是这么说的呢。我们来采访一下。你没问过他吗？没有。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故事或者是有趣的经历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拍戏的时候，我妈经常回去看看我嘛，给我做东西吃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我记得我们是在外滩拍，因为离我家不远嘛。我妈说：“哦，你们晚上不要吃饭啊，等我给你做东西过来吃，给你包包子。”我说好。然后结果那天我妈可能包的久了一点，送过来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热巴其实吃完饭了，然后我妈说喊她过来一起吃啊。然后热巴过来拿着一个包子，又不好意思不吃，但是她其实已经吃不下了。就妈妈包的包子有多大？很大，其实是这么大。然后他拿着那个包子咬了一口之后，就再也没说话，就端着包子，我们在聊天啊什么什么的。他又不好放，一直端着，我就端了能有起码10几20分钟嘛。我说你要是实在吃不下你就放下吧，没关系的。他说哦可以吗？不好意思，贴的。其实我觉得你们剧组好像相处成一家人的感觉哈，很亲的感觉。对，观众非常的喜欢，而且观众管这个戏叫做4A 景区。4A 太棒了，因为他们里面的演员都非常的 A， 有点很棒酷，很棒，很吸引人，眼神杀人这种。然后景瑜嘛，热巴嘛，然后心宇嘛，还有胡兵哥哥嘛。那你们这些很 A 的演员私底下相处的好吗？其实我这部剧的拍摄过程算是我拍所有剧当中跟演员出去私下聚会最多的一次了。我们还聚的不够多啊，那时候。我们是生活在一起嘛，我们每天收工就也在一起睡嘛。对，真的在一起睡。我知道，对，因为要照顾宝宝嘛。然后那个就是大家都是气场很合的人吧，都是特别能聊得来的人。因为胡兵哥哥一开始我还觉得是不是会有距离，对，但是发现哇，这真的是他就是也是小孩，他真的是我觉得比我还年轻一点的星汉。对，我们今天现场还有一个超 A 的朋友，你知道是冰箱家族哥尼，不是，是我们的每一天小白鼠。颜值爆表、清爽零脂肪的每一天小白乳，吃再多美食都可以帮你轻松消化。下面慢一点，今天要用超 A 的气场去给大家带那个超 A 的。哇哦！哇！自己选。你超 A 的选一个，超 A 的选这瓶，原因是他已经把我给 A 晕了。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忘了给杨超越拿。对，杨哥，给岳哥。杨哥听起来就特别像杨哥烧烤。我们这里有这一款啊。对女生来说，最 gentleman 的方式就是最 A 的方式。这不错，可以选择。这个是原味，这个是白桃味的。这个吧。好，那我就把这瓶给撤掉。哎呀，这个服务。每一天小白乳。有了嘉尔，我们这节目的 KPI 每次都超额完成。你今天拿来是家里的冰箱还是在剧组用的冰箱？剧组用的冰箱，因为我一年也不在家待几天，剧组的冰箱是我常用的。这个冰箱是我拍《千美戎装》的时候的冰箱。好，朋友们，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请大家先要预测一下黄景瑜这个人，根据你对他的印象，他的冰箱会是什么样子？里面有什么？我觉得我不能说，因为太熟了。我说的话全部都会知道。你最后说好不好？超越，你们已经说过3句话了，是很好的朋友了。你猜一下，黄景瑜哥哥的冰箱里有什么？蛋白粉。
啊，健身嘛，健身的有关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相信肯定会有。但我觉得会有酒，各种酒很多。你从哪一点觉得他是爱喝酒的人？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特别能喝的人。我的气场已经这么明显了。对，没错，没错。酸菜啊，做东北的那个腌制的这种菜啊，腌制的那种酸菜、泡菜。OK， 我觉得很多鱼吧，因为它锦鱼嘛，它会多鱼，就很多鱼，哦，很多的鱼。你觉得他的冰箱多鱼？下面来，王嘉尔总结发言。他们说的差不多了。你又抄别人的答案，你怕别人抄你的，你自己抄别人的。但是我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哥的身材，你看，不需要练。王嘉尔觉得黄景瑜不需要锻炼，只要他稍微少吃一点，他就会天然的有。哎，我想问一下，我最早见到你的时候，景瑜，那个时候你的身材是练的，还是你本身就那个样子？是天生的。天生的。我练的天生的。我很早练，我上初中就去健身过，但是后来就不练了，因为健身太枯燥了，我特别讨厌健身这个事儿。好，朋友们，我们马上要亮相的是黄景瑜的冰箱，各位请看。好，我们现在来打开黄景瑜的冰箱，女士们、先生们，当当当当当当当。哇，好丰富啊！丰富，这是一个非常真实、有生活气息的满满当当的冰箱。蔬菜有西兰花、香菜，一大把的香菜，2颗番茄，一些粽子，还有豆皮。你原来管这个叫抹布。豆腐嘛，一看就是没有那么傻。这个擦布，擦布。有小葱，哎呦，我喜欢的苦瓜、黄椒、辣椒。小蛋。鹌鹑蛋，豆腐、萝卜，还有女士们、先生们对身体非常好的山药。另外呢，这个是糯米啊，不是大米。大米需要放到冰箱里吗？这个完全不用，我觉得应该放，可以放，但没必要，对不对？完全没有必要。打开之后更不能放冰箱。对啊，没地儿放嘛。果然是满满当当的这个食材，一看就是有人在照顾和打理的。妈妈其实是除了在当地会帮你买食材的话，有没有比如说去剧组的时候还从家里带一些特定的食材或者是酱料什么的？基本上我妈去的话，都会从家里带很多食材过来，然后在这些食材吃光之后，让家里再寄的这个断档期才会在当地买。哦，我知道东北的朋友，特别是冬天有囤食材的习惯，你们家有这种习惯吗？太有了，我妈有一天打电话，我说妈干嘛呢？在我们家那个搬白菜呢。买多少白菜还要搬啊？500多斤。500多斤，500多斤就是可以吃整年哎。不是，我跟你说，今天500斤是我觉得不够，我的货，是我前天买了1500斤。1500斤，这是要冬眠还是？家里几口人吃呢？其实我家就我爸我妈。有很多什么亲戚啊、朋友啊会去家里拿腌那个辣白菜，是吧？是怎么储存？是也会做成腌菜或者泡菜，是不是？我妈院子里挖了一个地窖，辣白菜啊，会做酸菜啊，反正各种各样的腌菜吧。那存的太多就吃不完怎么办？就送朋友还是？到现在还没吃完呢，一年能吃个1整年没啥问题。所有亲戚朋友的白菜都归我家管了，应该。每个东北家里都有这个习惯，说整个亲戚都是互相送，就是收藏的习惯嘛。景宝哥收藏杯子，妈妈收藏白菜。妈妈做的腌菜是很有名的吗？很厉害，特别厉害。腌的辣白菜啊，腌的酸菜，还有各种那些腌的蒜呐、姜啊。之前在厦门拍一个戏的时候，一个演我妈妈的演员啊，然后他就特别喜欢我妈做的辣酱。杀青的时候还拿了几个那个饮料瓶过来，装了几桶走。真的很有诚意，因为那天杀青嘛，我们大家就喝酒，就忘带了。第2天他先找到那个酒店的那个餐厅，叫人家给他寄回去。我说你真的是很爱这个辣酱。东北有一种文化叫大文化，食材的准备囤积量特别大，食量也特别大。比如说你去那个东北的餐厅点菜，看到的那个盘子在南方都看不到，对不对？大。我们家吃饭的盘子到东北，别人肯定会拿来做那个调料碟。
我在东北啊，说的口水都出来。我们去演话剧的时候，晚上会去吃烧烤。东北的烤法是整个一个桌子就是一个大的烤盘，然后你去的时候就是里面已经堆满了各种肉，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槽，是那个油就往下滴呀。受不了这种。吃完了之后，然后往上铺海鲜，哎呀，就各种的。好的，真的讲到口水会流出来耶。我去东北的时候点菜，老板就拦着我，你点多了，别再点了。我点了3个菜，我记得一般我去餐厅的时候最少点8个菜，太多了，他们对，心里觉得哇，你这个老板怎么这么抠啊？但是一上就知道哇，5分之1都没吃完。我记得之前吃东北菜，他们用盆上菜，然后我看有一个叫菜包饭，本来我觉得我这个脸就够大了，44码的脸，14码的脸，那46码的那个菜包饭比我脸都大。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大方，你可能因为能吃吧。那除了吃方面很豪爽之外，那个景瑜还有没有你印象当中在东北就非常标识性的大的文化？东北洗浴文化嘛，洗浴文化，那个最富丽堂皇的，看起来最灯火通明的地方，其实是澡堂子。里面什么文化？就是洗能洗1天。对，我们那边它也会有搓澡文化，它那个搓澡应该是跟北方差不多，就是一个屋子，什么隔间都没有，墙壁上全是一排水龙头，然后大家在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比这里还大，你就可以想，就这么一大空间，然后所有都是水龙头，大家都在一起洗澡，然后就帮大家洗澡，不是帮大家洗澡，大家一起还是自己？我洗我的，你洗你的。当然是自己洗自己的了。你不是说搓澡啊？搓澡，那不是互相搓，那是一个专业项目。听说是可以在里面连吃带洗带娱乐 KTV 什么的。对对对。我之前不是有一次跟以前的那个团出去工作嘛，然后有个经纪人他是上海的，然后他就没搓过澡，然后我说你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搓过澡，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好脏好脏好脏啊！我也没搓过，在你眼中我是不是一下就脏了？我没有搓过。我送你一个搓澡巾，你在家试一试，你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真的是。你每天洗澡都能搓出来？啊，我也没有每天都搓。我知道，我1个礼拜1次，好像换了一个皮一样。我洗澡非常快，3分钟，最多5分钟。我怀疑你会搓出面条来吧？搓出面条来吗？我觉得这个话题打开了我岳哥的心。像景瑜，你当演员之后有可能去搓澡吗？我去过1次，然后。但是那天我还没进行到搓澡的环节呢，我刚开始在那儿洗澡嘛，然后我在洗头发，然后后边就有一个服务生，我说：“哎哥，你黄景瑜吗？”我说：“我说对，他说还特别喜欢你。”我说谢谢啊，谢谢，我这泡沫还没洗干净，我就赶紧把泡沫冲下去。哥经常来洗澡吗？我说没有，我就偶尔。哥能不能拍个照？我也光个屁股呢。我说对，我说算了，我说我那个什么，我有事，我先出去啊，灰溜溜的跑了，特别尴尬，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少这么跟人赤裸相见。澡堂在流行的地方，它那个地位跟在四川的火锅一样，甚至是可以社交的，就是跟最好的朋友就是约着去搓澡。比如说今天我们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你从外地回来了，哎，没什么，晚上洗个澡去吧。或者是今天我们2个是生意伙伴，聊生意聊不错，哎呦，洗个澡去吧。吵架然后和好也是，算了吧，咱们去洗个澡。洗个澡吧。东北的朋友啊，热情到已经可以赤诚相见了，就哪怕跟嘉尔，比如说我们俩约着去洗澡，我还是会觉得，我觉得还 OK 的。我可能需要一个意见。我比较开放。有一次我们录北迪的时候，我在那边洗澡，他外面敲门，咚咚咚咚咚。我说干嘛？他说开下门。我说我在洗澡。他说没事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开了。我觉得 OK 啊。然后他在那上厕所，然后他问我说说哥你会尴尬吗？其实你不问我还好，你一问完我真尴尬当时。不是，我跟你说，那个浴室其实只有大概这么大啊哈，他在洗澡，然后我就在镜子面前刷牙什么的，然后他一出来就我们的距离是这么近，然后我说哥你会尴尬吗？你问这个的点是你自己心里有尴尬还是没有？我没有，一点都没有。然后他就是还好，这样就知道很近。我觉得女生好像不太有这方面的问题，女生非常愿意约着一起去上厕所什么的，对不对？其实你知道我们以前学校嘛，就是有住宿生，然后我们那边澡堂也是，
就是这么一个房间都是水龙头，问题是还不是每个人能轮到一个哦，对，就3、4个围着一个水龙头，你冲完之后我冲，然后就是特别挤。我们那个时候是为了省水卡，比如说我打肥皂的时候你就冲，对，配合就是不让那个水浪费。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好环保哦，提倡哦。我听说你初中的时候有健身的想法，就是因为受到一个搓澡大哥的启发，是吗？对，因为大哥身材特别好，跟同学约着去洗澡。搓澡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大哥2个胸特别大。2个胸特别大，胸肌特别大，那身材很壮。哇！大哥，我说你身材这么好，就是搓澡搓出来的吗？我也想说一个。他说：“哎呦，小伙，我跟你说，我这是健身练的。”他说：“哎，你这么高个儿，你也应该去健身什么的。”所以后来我胸练得特别大，就是因为大哥，他在我的脑子里种下了一个种子，健身只有推胸，我就每天去健身房动，这个胸特别大后来。那我觉得他以后还可以做个兼职啥的，对吧？这个比你在那健身游泳了解一下有用一些。曲线动人。你接着来看，好不好？看冰箱。这个是啥呀？哦 ，pancake， 应该地瓜饼、土豆饼什么的吧？地瓜饼、香干，我还以为是又是抹布，馒头，这好像是包子哎，大包子，应该是酸菜馅的。这又是酱是吧？对，这是应该是家里人自己做的鸡蛋酱，这应该是妈妈做的，是不是？对，可以给安老师尝一点吗？谢谢。这个是什么呢？好像是骨头，家里人做的酱骨头。鸡蛋还有鸡蛋和香菇，朋友们，哇，怎么样？哇，好吃。所以妈妈在剧组也是一做菜做很多的那种。对我妈是整个剧组的菜都是你妈妈。那也没有那么大能力啊，因为剧组有大几百人呢。但是基本上我这圈人或者是其他的演员都能覆盖到。我在上个剧组一开始是我妈，她在下面支了一个小帐篷，每天在里边烧饭，烧着呢，亲爱的戎装李沁可能就馋了，对，亲爱的戎装。然后过2天我发现我妈在小帐篷旁边又多了一个小帐篷，李沁的，对他们也在里面做饭。再往后发展呢，就一排都是帐篷，到哪儿一开工一排都是帐篷。我们的、李沁的、导演组的、灯光组的、摄影组的，就全是帐篷，大家都在做饭，导致我们后面基本上每天中午大家一人做个1道菜、2道菜，互相分一分，就是一大桌子菜。哇，这成为这个剧组的一个厨艺鉴赏大会了。对，我拍那个《飞驰》的时候，腾哥在现场就支了一个烤肉摊儿、烤肉炉子。他也是东北烤肉嘛，但是东北很大有3个省，他是齐齐哈尔 BBQ 分队，但是我是代表辽宁烧烤那队，我觉得我们的好吃，但是他觉得他们的好吃。齐齐哈尔 BBQ 是什么呢？就是你说铁盘的那种，铁盘旁边一圈可以滴油的，我觉得那更像是煎肉。但是辽宁烧烤呢是网，直接在网上烧烤嘛。哎呦，说的我全是口水。但是后来慢慢的，因为腾哥支的摊嘛，我就每天吃他的肉，吃着我也习惯了。后来我觉得真的还不错，所以我后面拍戏的时候，我就会给腾哥打电话，我说那个炉子能不能给我配一套啊？腾哥说好，他就给我发了一套那个炉子、桌子、椅子，他把他的那个肉的订货电话都发给我了。哇！现在的剧组除了戏是一个联系之外呢，就是有的时候美食也是一个联系，吃饭也都在现场，对不对？所以就大家很多时候通过这个美食联系起来。包括我看采访那个新宇说，再不想跟热巴拍戏了，说胖了10斤是吗？热巴是用什么投喂大家？他各种小零食啊，特别多的是烤肠，我不知道哪搞的牛肉烤肠，哇，很香。新疆特产的那个叫酸奶疙瘩，但是那个味道很多人接受不了，但我吃起来还不错。他每天点什么酸辣粉啊。什么鸡呀，各种各样的，换着吃。对，换着吃。他真的是不会停下来的吃东西，就不会肥的，我觉得。他不会，热巴是完全不会。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喝一口每一天小白乳了，对不对，朋友们？充足的丹麦活菌能够帮助消化。回头呢，景瑜可以拿一些那个回剧组，帮助大家消化，大吃大喝都不怕。大家这么好喝，赶快喝一口，干杯，好不好？好喝。超越有没有在剧组接受到其他人的投喂？投喂他们多一点吧，因为我妈会跟我去剧组，然后那时候大闸蟹成熟了，然后就今天是怎么了？我是饿了吗？我怎么听每个东西都这么有食欲？然后我老板就给我寄了一些，然后我朋友也给我寄了一些，然后我那一阵子我一冰箱都是这么大的一个大闸蟹，然后就煮了完之后带到现场，跟我的那些一起演戏的那些朋友们就分享，就戏一看完，然后还叼这个蟹腿，然后导演说，哎，开始了，然后放下来，等会儿再吃。好，来，我们继续往下。这边有半个哈密瓜，然后有酸奶、黄豆酱、大排骨，非常奇怪的配搭。一个碗里面放了一块黄油，然后有甜面酱、火腿肠，然后这个是水果酱，一个柠檬，它的食材真的很丰富，但是又非常友好的混搭在一起。几颗青椒，这是一个
醪糟那个醪糟，对的，一个醪糟。那么因为有这样的好的照顾，所以呢，我们看到景瑜呢，前一段时间也有人说他有点胖，不是有一点，是真的很胖。你最胖的时候到了一个巅峰是多少斤？90公斤吗？哇，90公斤。也就是说，景瑜最胖的时候是嘉尔最瘦的时候1.5个嘉尔。我记得这2次上大本营你就已经开始在瘦了，第1次和第2次，你是用什么方法管理身材？健身、洗澡。其实胖是因为那个当时疫情嘛，大家都被关在酒店里1个多月也没出门，我妈就每天做，我就每天吃。但是我每天洗澡照镜子，我觉得还可以。所以说我说这人的大脑是会骗自己的。每天照镜子说，哎，该有的都有，还行，还能吃，我就吃。然后后来我拍的是特种兵嘛，身材应该很不错嘛。一开始刚开机的时候呢，导演说我们有几场那个洗澡脱衣服的戏，要不要先拍掉？我说不要，我说等我再练练，我说让它更精致一点，我们再拍。然后就疫情了，之后我就胖的真的是没法看了，逼着我回去拍了一场洗澡的戏。我看到那个镜头里的画面之后，就是接受不了。我说这不可能，我说导演不可能把这个画面放出去，我说我永远都不要。导演说我们没办法，这要杀景了，只有1周的时间。我说那就等1周之后再补这个镜头吧。然后我们当时的片场离我酒店7公里多，每天往回跑，为了更好的呈现这个影视作品，我拼了命了，每天一边跑一边喊我坚持。我说瘦，为了腹肌拼命呀跑。跑了1周，一点都没瘦。跑了1周回去一点都没瘦。因为你没有减你吃的。我后来也上网查了很多资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当时特别难受，真的特别难受那一段时间。我在网上又看到你的体重50几斤，因为你第一你比我高，而且第二你还是有吃饭。我是完全不吃饭，不能不吃饭，不是白饭，只吃菜跟肉。我也会啊，但是为什么我瘦不下来呢？你没尽力，我尽力了。你吃碳水啊？我没有吃碳水啊。是吗？对，真的呀。要去看一下医生，做一个健康报告。没有，后来补了那个镜头了吗？你没好多少。这个不可以用替身的，是不是？按脸的没法用替身啊。灯光打暗一点，然后背后只看到你的这里。灯光老师已经快被我逼死了。人家拍摄导演看着监视器，摄影师在这儿，灯光给你调好。我拍这场戏，我是监视器翻过来给我看，我站在镜子面前，这边看着监视器，我就这边说，我灯再下来一点，没用，胖了就是胖了，晒黑一点。不要把我们行业的秘密都说出来，好不好？之前节目组去跟景瑜聊天的时候，景瑜说他因为现在在非常认真的控制体重，他说他录节目的今天他会瘦回到83公斤。今天。对，就现在呢？我们现在的人要来做一个战队，黄景瑜今天到底有没有瘦到83公斤？如果他瘦到了，猜他没瘦到的人要接受小惩罚；如果他没瘦到，猜他瘦到的人要接受83公斤。朋友们，觉得他是83公斤以下的，这样；觉得他是83公斤以上的，这样，好不好？你嘴型太明显了。重点是景瑜没看他，你知道吗？然后他看了，他就回避我。准备啊，3、2、1，好，觉得他没有瘦到的有，觉得他瘦到了83公斤以下的有。现在我们就直接拿体重。这么猛吗？那输了是什么惩罚？先看结果，我再宣布惩罚是什么，免得你们现在改票，好不好？来，现在开始脱鞋了，认真了，摘麦脱鞋。你看你这衣服多重？他肯定可以。82.1，哇！猜他没瘦到的人要接受小惩罚。不可能！来看，你们来确认。81.8。所以这秤是准还是不准？准的。是不是有导演在后面遥控打数字瞬间？哎，是真的啦。不管怎么样，肯定是不到83公斤。朋友们，那现在请刚才觉得他没有能够做到83公斤以下的5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到舞台上来，接受属于你们的惩罚。来，惩罚就是吞1000吨白菜。没有了，没有了，来站上去。接下来将给你们非常短的一小段音乐，请根据音乐即兴舞蹈。哦，
哦，对我来说这不是惩罚吧，这是奖励，对不对？不是，这是 battle。即兴舞蹈，预备，开始。大声点。要几个跟我一起跳啊？啊，不可能，不可能！你吗？我跟你说，我看过黄子瑜跳舞，非常优秀。因为黄子瑜做到了，凭什么让他惩罚？他将和这不是惩罚，他将和他的 baby 兄弟王嘉尔一起共舞来庆祝，他受到了81，好像没有这回事。哇，跳舞真的是难为我。女士们、先生们，音乐。哇！被拉走哎！我以为你会拉住我，你没拉住我。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动作是直接摔到地上的。就是彼此信任，你知道吗？你们两个达到那种默契，就是他觉得你一定会站住，你觉得他一定会拉住，你们两个那种默契，咣当就掉下去了。为什么我们会称这个体重？其实现在我发现，特别是男演员，就是大家都好像都必须要有块儿，有肌肉，好像都疯狂的举铁。那很多人发现呢，就是对这个身材的管理已经变成这个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部分。刚才我也看超越那腿瘦的呀。其实女孩的体重也是会被大家关注的。你会为了角色去刻意的减肥吗？感觉到胖了会克制一下。我不会因为是别人说你应该怎么样，然后去做，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是有点胖了，那我想要瘦一点，那所以我去做。但我绝对不会因为说别人觉得这样子好，我就去会做的。因为你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胖瘦去决定你喜不喜欢他，对不对？那我还是喜欢瘦的。太双标了，但我觉得我能理解他的这个心理。所以你刚才猜景瑜哥没有能够达到83公斤以下，你是觉得他没希望瘦下来吗？不是，因为我觉得他块头这么大的话，他又不是那种肥肉很多的那种，就是可以一下子能瘦很多。一般肉很紧的，想要一下子瘦的话就不太。就是本来看上去不胖的人要瘦的话更难。对。所以我不算胖的，对吧？对，不算胖。景瑜因为他个子高，然后他比例好，所以你只会觉得他很壮。其实关于年轻人现在对自己的身材有压力，我们节目当中也一直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可以帮助我们来注重身材的管理。比如说立顿荷叶白茶，它里面的荷叶是可以最好的一个作用是帮助消肿。请注意啊，帮助消肿。拍摄前就可以喝。对，喝完之后你可以感觉轻盈自在，无压力。大家刚才看到那个景瑜虽然没有扶起嘉尔，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他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那个柔术啊，哇，那个看了真的好过瘾。而且我还看过一些照片，是他可以让人坐在他的胳膊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哇！这个是把谁抓起来了？楠楠吧？啊。那会儿真的好圆啊，真的好圆。景言看上去真的毫無压力，很轻松的样子。他很轻。对，如果是嘉尔的话，能做到什么程度？不是，我已经没有自信了，没有安全感了，没有安全感了，已经。我来抱你吧。其实你刚才那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有一个动作我觉得比较容易，就是嘉尔这样 hold 住手，然后你把它拉起来。要不要给你们彼此再一个机会？你要不要给自己一次机会？我们互相给对方一个机会。好吧，好，来。不会比刚才更重了。啊，你这样能撑住吗？别这么粗暴，哎，哇，太小。哇！哎，反正这样比较。好男人啊！好美哦！天哪！哇！岂有此理！你觉得我不是男人是吧？
你小心啊！哎，不是这个，先我们第一个环节。好，重新了，不录这一趴。哇，好男人啊！哇，刚才直接悬空那样拉起来那个，好酷哦！太厉害了吧！我是整个人被他吊起来。是什么感觉？画面不是那么好看是吧？好看，你自己也很紧绷的那种感觉。对，厉害。就是我也是厉害的。你当然厉害，主要还是靠你了。你自己要 hold 住自己的力量嘛。对，非常棒。OK。好，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食材。哇！什么冻肉？这么多肉，除了有刚才解冻的排骨，还有没有解冻的排骨、牛肉，没有鱼肉。然后哇，反正各种的肉就对了。这个是另一坨牛肉，好多牛肉。哇，真的好多食材啊！虾跟肉，哇，下面还有，这是山楂干，山楂。哦，猪脚。猪爪子。这个是大海参。大海参。哇，今天我们的厨师呢，感觉可以大展身手，做大菜了。对，这个也是妈妈带来的，是吧？对我妈，她一直有自己的坚信的一点，就是她买的猪肉比我买的好。我最好吃。你在上海的时候，妈妈会给你寄食材吗？会。寄什么？牛肉、羊肉、虾呀，然后她会在家把饺子或者包子包好，然后冻起来，然后放到那种保温箱里寄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景瑜给我们拍来的一人食的这个短片，好不好？看看他吃东西是有多豪放。来，请看一餐食的小片。大家好，我是黄景瑜。今天看的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的一种烹饪方式，就是清水煮。最原始、最基本的方式。今天就不杀生，不做冰箱的，吃点牛肉。平时不太想吃太多的盐嘛，这样也能吃到那个牛肉啊这些食材最原始、最基本的味道。我之前有一次去荷兰录节目，在海边，他们有那种新鲜的鱼，把那个肚子里面脏东西拿掉之后，塞一些葱花呀，就直接整条塞到嘴里吃掉。我当时觉得味道特别美，特别鲜美嘛，但是可能有的人就不太能接受，觉得这样吃有点恶心。把我的水煮牛肉捞出来，快。其实是有点生的，但是我平时吃的习惯可能胃肠就比较适应这种。如果胃肠不太适应这种生牛肉的，还是不要吃的好。喝这一点葱花，今天食物尝一下。葱的味已经盖掉了一切其他的味儿。啊，它不错。我看。以上就是黄景瑜的，还没讲完肉，一餐食。哇！没有想到，不可思议。景瑜其实是很早就离开家去了上海，对不对？对对对。那时候你多大？17、18。那个时候是怎么就想到要离家那么远去上海呢？上海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特别漂亮，然后特别多机会。特别多跑车，特别多美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对上海一直是充满了向往吧。韬岳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到上海了，对不对？对。你选择上海的原因是？就是看电视剧嘛，就是都市生活那种都市白领发生的地方都是在上海，然后各种就是没有听过、没有见过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机会会比老家多这样。是，景瑜到上海做过什么工作？服务员呐，销售啊，电话编辑啊。电话编辑是什么？就是电台广播节目，那个问题先汇总到我这里，我筛选出问题往那个导播间里接。模特呀 ，cosplay 呀，但是我不是自己爱好，我是去做那个每年上海有动漫展嘛。漫展。哦，对对，我印象很深刻，我 cos 过《水果忍者》里边的忍者。水果忍者。Fruit Ninja。
然后 cos 过一个游戏里边拿了一把很长的剑的一个哥们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哥们儿，cos 了一个哥们儿。我在上海干过的就可能是传菜员，然后还有就是女团，然后就是有在做女团的时候找一些兼职，挣点外快也是 cos。你们做过那么多工作，有没有被骗的经历啊，或者很辛苦的经历？被骗，我觉得如果是外地孩子去大城市打工，基本上都会多少有一点吧。我当时我是做了模特之后，会碰到外边的那种不太靠谱的经济啊，会拖欠工资什么的啊，这种就最多欠了你多久没给你？到现在啊。啊，他就没消失了。对。还有就是你的刚发的工资，你需要去交领导啊，或者是交朋友啊什么的。我那时候工资，我记得一开始只有1000块啊，工资啊很少啊。然后丫给我发完工资，还让我请他吃饭，吃饭吃了我400多。就是叫职场社交的费用，对，但是自己其实那个时候很有压力。对。超越呢，有被骗过吗？就是还挺多，就是有办健康证，就是说找工作你得先办健康证才能同意你进去，但是办完健康证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你了。他可以拿提成。对，那个医院它好像是有固定的一个医院，很小的一个诊所，很偏僻。当时偏僻。对，当时我到那儿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觉得是不是被骗了，好像是。然后我朋友说，要不我们走吧，说我不太敢，要不我们就办了吧。就是明知道就是可能被骗了，对。多少钱？就500吧，没有这么贵健康证。他就是要骗小姑娘这500块钱的这个。还有什么那种兼职，那种什么礼仪什么的，但是你要摩卡，我也让你办，然后说要1000多，然后我真的没有，然后他说那行吧，500就行了，然后就给你拍了个摩卡，然后回去拿到照片一看，叫医生，叫医生，怎么能那么丑啊？就是巨丑的那种，但是其实发现，其实我要做的那些兼职用手机拍就可以了。对啊，拼那些图。结果给你拍2个游客照就发给你了，是吧？拍的时候还帮你化妆，说就是那妆化的特别丑，他说你长得好可爱，你看就是好适合当明星啊什么的，就是把你夸的不行不行啊。然后我们这个睫毛就很贵啊什么什么的，那他那个睫毛就是我长大了之后到现在才知道，他给我化的什么妆，然后画的什么这种就是很廉价的东西，但是会夸大。然后拍完之后，我就问他说，这个都拍好了，什么时候才能有工作找到我？我说我什么都可以。然后他后续的工作就没有去找，结束了，有点像一个入门的经验税一样啊。你们2个都当时做过那么多的工作，景元，你有没有在上海的时候也有很迷茫的时候？那个时候想将来要做什么？有没有一个规划对自己？我一直都是不太有规划的一个人啊，但是也会有特别迷茫、特别无助的时候。毕竟那个。钱花光了，你就会不知道怎么办嘛，房租交不上啊，或者是没有钱生活啊，你就会有点犹豫。但是每次其实我都会想，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我是不想在老家待着嘛，也不是因为老家不好，我是觉得这个地方一眼可以看到底我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就不想过一模一样的生活，我想可能过的各种各样的生活丰富多彩一点吧。然后就去了大连呀、沈阳啊，然后后来觉得喜欢上海就去上海，但是上海真的是给很多年轻人机会的一个地方，它也更残酷，但是它机会也更多。压力大，但是机遇也大，付出多少收获多少嘛。所以我觉得每次一到不行的时候，我就想，那我要回家吗？我回家之后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信心走出来，你再回去的话，可能很难再走出来了，因为你已经被打败一次了。而且那种安逸其实会把你留下。对呀，你一回家吃喝不愁，每天在家待着。无聊上网吧，无聊去什么打球什么的，就会，我怕自己垮掉嘛。然后我觉得坚持一下还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可能每过个几年，我的想法就会彻底的更新。但是现在我觉得演员还是一个能让我体会到更多种多样的人生的一个职业吧。因为毕竟每天拍的戏不同啊，剧本不一样，会让你感受更多，体会更多。但是最后我其实还是希望做一点比较自由的、比较舒服的工作吧。超越是看那些偶像剧啊，那些白领丽人都出现在上海，然后来到了上海。你在辛苦的时候、迷茫的时候，有想过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吗？完全没有方向。现实其实跟电视剧完全是2回事，对不对？感觉好像都很好挣钱啊，然后怎么样的，但其实发现，在大城市找一份就是很普通的工作，都可能没有小城镇好找。因为也不熟，然后
住的地方也很拥挤，然后人也很多，各种地方的人都很混杂，就还挺迷茫的。但是你要问我要做什么，要怎么改变，其实也不知道。我觉得一步步的改变都是每一次就是有了一些不同的方向和看到不同的东西之后，才会说啊，原来这个东西我也是可以的，才会有了一些这样的方向。我之前不是特别想做平面模特嘛，因为觉得拍好看的照片就可以挣钱。去面试的时候，人家让我摆几个动作，我看到摄像机的时候，整个人都僵住了，你干嘛？然后我就手抬哪儿就不敢，就很害怕。想做的事情和自己能做的事情还是有距离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景瑜的这个在他剧组的冰箱。我们这一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方式，叫做理想冰箱。我们很想知道，如果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方式恣意的生活，然后无拘无束，他会把他的冰箱布置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请黄景瑜自己布置的理想冰箱，我们来看一下。来，在这边，请看。哇哦！这个很漂亮，哇！我们下面就请景瑜来帮我们打开他的理想冰箱。啊！哇！后面还有一车，等一会儿啊。哟。哇！符合人设，特别像我心中你的样子。对。你下面不开了吗？下面是空的。下面空的。冷冻区是空的，不能动。好，对。冷藏区有各种不同的各种这样的饮品。所以你是很怀念自己原来的那种生活状态。以前特别爱喝啤酒啊，不管是出去，比如说夏天你出去跑通告什么的，很热嘛，就会一直喝啤酒。然后有时候训练完之后很累，也会喝啤酒。就是这东西会让我很轻松。而且你就是遇到没有喝过的酒都会尝一下，是吗？啊，真的，你不觉得你不会好奇吗？没喝过酒。我会。喝过最奇葩的酒是什么？茴香酒。茴香酒，好难以想象的味道。我吃茴香，但是茴香酒的味道我真的是特别呛，太难接受了。我们景瑜有个人技，如果你比如说在什么地方你找不到开瓶器的话，他可以用别的东西帮忙来帮开啤酒。我可以用任何东西，除了牙齿我不行啊。软的不行。软的不行。任何硬的东西都可以。戒指呢？戒指可以。你小心点，这个 expensive。是吧？没错吧，英文。戒指是我前两天拍戏突然发现可以拿这个开啤酒，而且特别的神奇，神奇，是不是很厉害？看起来，我觉得看起来很棒，这个，而且好帅啊！这是有难度的吗？这个我觉得谁都可以，我交给你也可以。真的假的？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戒指，卡住一用力就开了。我听到那个声了，朋友们，有机会。帅！学会新技能。手套，这是不是还挺炫的？好炫，好炫，而且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对，所以景瑜现在比较不太能工作忙，不太能像以前那样坐在路边跟朋友喝个小酒。那么你觉得从一个自由的状态切换到艺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有哪些改变？我前面连着拍了3部戏，拍了10个月吧，差不多。停下来之后，人就会特别不习惯。就你在家，你会特别孤独，在家待着。我那天回家待着，我坐在客厅里特别难受，心里就也说不出那滋味，就一直想找朋友，自己待不住。但其实我也是的啊，工作下来我是那种性格比较没有安全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好像我在浪费时间一样。你没有这种感觉吗？而且你如果在剧组的话，每天第2天你知道我要几点起床，我要有通告，我要拍什么戏，而且大家其实都住在同一个酒店，有什么事的话随时喊一声啊，要不要吃点东西什么的，心里是满的。对，你一在家，哇，我整个人就被掏空了，感觉对，特别难受。睡觉也睡不好，因为第2天不用起早嘛，你就不想睡，躺在那里。越不想睡就越睡不着。对，睡不着又开始担心自己睡不着，然后就更睡不着。越睡不着越闹心，越闹心越睡不着。对。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就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就是特别兴奋，脑子里就一直在转，然后一直想要做东西。一会儿我是说我想摆摊儿去贴膜，一会儿我又想去帮人家。这是做梦还是真实的在想？不是，就是想要去做，然后我又想去那个帮人家掏耳朵、采耳，我又想帮人家挤痘痘，然后我实在睡不着，我睁开眼睛，我又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挑痘的针和一个掏耳朵的那个，我就想着我到了之后我一定要找人掏，我们那个团里面10个人，我必须一个一个掏过去，就特别想干很多事情，就特别兴奋。你想干的都是还挺接地气的事情。就是你没干过呀？你想想看，你贴过膜吗？我给自己贴过，你帮人家贴过膜吗？然后那种收钱的感觉，你就想去做那种整条街上什么贴膜皇后什么的那种，是吧？然后还有采耳。采耳，妹子，你是这种风格的重口味少女。景瑜，你刚刚说你现在不太习惯去人很多的地方，你觉得不自由的点就是会被别人关注，会被别人拍，是不是？陌生人一举起手机，我就很别扭。只要陌生人一拿起手机，不管他是真的这样在拍，还是那种在偷拍，还是这种在拍，我就特别不舒服。因为网络上，我自己的想法，大家不要攻击我啊。我觉得网络上有个问题，就是拿一张图，它可以说很多的故事。还有的呢，这也是前2天我一朋友跟我聊天说，明明他在拍一个广告，或者是穿着也很漂亮的衣服啊，那个人偏偏找一个特别丑的角度给他拍下来，然后就要发他说这个什么本人跟电视上差很多啊，身高1.4米啊，又胖又丑啊什么的，就会很伤人。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他拍的角度，或者是他的那个，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他拍完照之后你的表情和你的神态，他要控制不了他有编什么故事。是会紧张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种在自己的范围里面那个安全距离。对，超越出去有很多人拍，你会紧张吗？不太喜欢那种。我们做一个桌场，我们吃饭嘛，我经纪人拿手机在发信息，我的余光好像瞟到一个手机那个镜头嘛，他没有拿到这儿，他就是那种这样子拿，但是他竖起来一点点，特别敏感。然后我就感觉，然后或者就是说在拍摄录制的现场，然后不是会借一些场地嘛，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他们就会拿着手机，就是很笔直这样子，但没有拿到这儿，就是这样子。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感觉那个镜头对着我，就你们不会进房间的时候会先看一下有没有 CCTV 啊？他聊过这个，我觉得你那个蛮夸张的。不是，我真的会有吗？我真的没有过这个。我也会，是吧？看监控。我不会。会担心是吧？你会担心一个新房间会有是吧？对，没有，因为我是这样的，我基本上就是我的工作是比较重复的，就是每年都是重复这几个工作。然后住的酒店每年都是那几个，而且我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房间，是不是更容易安全啊？那更容易。何老师又来了，还是放那个位置。但是我见过特别严重的啊，我的一个朋友，他去一个新的酒店房间的时候，他会把房间里所有有洞的东西全部贴起来，不管你是什么插销、空调孔，还是那个烟杆，还是什么电视机。全部贴起来。我进酒店房间的时候也会真的看一下，比如说洗澡的时候，万一有人拍怎么办？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洗得帅帅的。你没有这种感觉吗？你好辛苦啊，我觉得。你好辛苦，好辛苦啊，我觉得。不是，还是保持一个角度或者。万一被人家拍出来，还是可以见人的。这洗澡也要那样的洗吗？我告诉你，你哪怕是在拍广告的很帅气的摆 pose 的过程当中，也能被捕捉到很丑的瞬间。不可能一个人是无死角的。但我觉得人是用眼睛看人的话，他会把他最丑的一面和最好看的一面做综合啊。对，所以我照镜子一直觉得自己还可以，结果胖得不像样。男生跟女生看镜子里的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男生会看到全是自己优点。女生会看到全是自己缺点，这是个性的人。对，我照镜子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好看。女生老是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男生老是觉得哇，还可以啊 ，nice。我之前也是刚出道的时候嘛，因为那时候我没有任何的经纪公司嘛，会有人过来聊这个合作呀。有一家公司当时是希望我把虎牙给拔掉，或者说给磨掉什么的。然后我就特别不爽，我觉得能把虎牙长这么对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坚持要留下我的牙，我要放弃那个人。我觉得这是魅力，是他特色。特别怕别人去改变你身上一些，比如算毛病、算缺点也好，我也不想被别人改变。因为我跟景瑜其实我们认识比较早，我记得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吸引我的地方是生命力，就是他有一种很蓬勃的感觉。
我们也希望今天他的这个料理能够让他有感觉到这种自由的感觉，好不好？好，那今天你的料理诉求是什么呢？其实我对料理真的是没有特别多的要求，量大就好了。首先不要太咸，不要太辣。我希望能是一个休息的时候，一个人默默在家都能吃的下酒菜。哦，下酒菜又要下酒菜，但是又不要咸跟辣。可是不咸，那我怎么下酒？对啊，那吃花生就好了，花生。我弄几个花生。对。哎，这个我觉得我很难想象哎，希望大家展开自己脑洞，不要太咸，不要太辣，但是希望可以下酒。请做好创意，然后发到我们的大屏上。今天不晕菜，拍脚无限手，喝不趴的趴都在酒里了，排山倒海，蹲起来，杠杠的。好可爱的名字哦！我越来越看不清乐乐哥在哪。你先选，先选最能喝的那个喝不趴的趴，喝不趴的趴。还有嘞，然后再选个排山倒海吧。好，排山倒海，喝不趴的趴。乐乐，这里面有你吗？没有哎，剩下4个你猜一下。喝不趴趴是安哥，我觉得安老师应该是蹲起来杠杠的。安老师，你是不是蹲起来杠杠的？对啊，蹲起来杠杠的都是我。我也感到了。好了解哦。2个柱子果然懂。那安老师，你觉得黄老师哪个？今天不晕菜，不晕菜。你也对了，真的假的？真的。哎呀，好厉害！你是嗨脚无限爽啊？对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腮帮子疼，腮帮子疼。就是下酒菜嘛。但下酒菜真的要嚼，都在酒里了是谁？今天另外一个，磊子。所以今天是罗拉对明亮。手上留情啊，妈妈。不会，多多关照。罗拉，你是哪个？我的是喝不趴的趴。喝不趴的趴。对，就是我希望可以做出一个下酒菜，是可以让大家一直在喝酒，包括你喝完酒了以后也可以吃的一个下酒菜。OK，好，所以明亮是排山倒海，这么朴实的名字吗？因为我刚刚看到他冰箱里面有一块大排骨，我要了。啊，那个排是排骨的排。对。好，所以呢，今天将会是由罗拉和明亮来作为主厨，为黄景瑜定制他的专属料理。我们要请景瑜把我们的这2个小土豆，一个是 Popo， 一个是 Tody， 你随机的分配给我们的2位厨师，看看他们将拥有的帮厨是谁，好不好？谢谢。好，请2位把它打开。王嘉尔哦，嘉尔和罗拉配合，超越和明亮配合。那么下面就请岳哥和嘉尔拿着我们的托盘，1分钟到冰箱里面去抢你们的主厨需要的食材。来，准备，1分钟计时开始。超越排骨的一个大排骨，香菇我也要，醪糟、牛肉、黄豆酱、青椒、鹌鹑蛋、五花肉、包子跟排骨。待会儿告诉你们。朋友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黄景瑜饿了。现在这个时刻很容易用自己的美食俘获冰箱主人的心，那我们就马上转战到我们的料理区。欢迎又来到我们的料理区。今天我们很巧了，2边的配搭啊都是男生跟女生，这边是罗拉和王嘉尔。我们组合名字叫凯瑟加拉。什么凯瑟加拉？好，卡掉吧还是 ？OK。这边呢是我们的明亮和我们的杨超越。我们的对比是超亮组合。OK， 那我们也来一个。我们是罗尔组合，好像一个采耳店哦。你的耳朵痒吗？有罗尔啊。好，今天呢非常精彩，我们要从景瑜的这个冰箱里面呢选取食材来做一个不是特别重口味，但是又特别能够让人有兴致，可以整晚都开心的下酒菜。其实越简单的料理越难，对不对？所以我们决定了只是1碗花生。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景瑜说3、2、1之后就开始计时，好不好？好，你做好准备了吗？3、2、1，开始。计时开始。倒1桶半的油在这儿，然后倒一瓶这样的水在那里面。哇，没有做过这么费油的事情。1桶半。那边其实倒了2桶油进去，什么意思啊？还要炸东西，对不对？对，我要炸1桶半，不要太多了。好多油啊！对你是非常的下血本啊，我的朋友。真的。把这个虾头剥出来就好。虾头我要的，然后虾身子我也要的。明白。你这边。在这个香菇上放了一些油，然后放进了这个烤箱。是要烤它吗？对，把这个香菇拿来烤一下。哎，嘉尔那个活很细哎，你是在去虾线吗？对，因为景瑜哥很喜欢吃这个，喜欢吃虾是吗？对。加一点五香粉，还有白胡椒。罗拉，你今天是做几个啊？做2道菜，这个是有海鲜的，还有一个是，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还卖关子是吧？放一点冰块进去，这样肉会打出来后会更 Q 一点。怎么表情这个样子啊？震动健身，减肥，啊，这个可以减肥健身。出来了，嚯，这大排骨，给它做个马杀鸡。哦呵，给它做一些按摩，对，做个按摩。现在呢，用这个叉子在排骨上面扎一些洞，让那个味儿能进去。超越，你能先把那个去方菜水槽洗碗机里面把那个所有的盘子拿出来一下。方太水槽洗碗机可以轻松洗净顽固油污，还有热对流烘干功能，不用擦拭，非常方便。我们超越在这里面负责了很重要的工作呢。啊，可以了，可以捞了，可以捞了。哇塞，太有诗意了，好有满足感啊！看起来真的很有食欲。一看到排骨下锅就流口水了。行，好嘞，我们把它稍微拿出来。又捏丸子。我们一会儿要煎那个汉堡排。 OK。哦，等一下，这个是先一个，然后我还要做一个不辣的。哎，他在看你，用爱在帮你团一个丸子。你也是用眼神跟我说故事吗？你看每一下都是有爱的，看到没有？我看到眼神了，眼神里有。我应该放哪？放在台子上面。这是 OK 了吗？
做个小一点的，不用这么大，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做这样的大小就好。哦，扔掉，好棒，都给揉了。这个是免洗米，所以可以直接放进去油炸的，比较香，很像我们之前吃那种爆米花的感觉。对，佳儿你怎么不见了？不是我的大腿有点吃力，我先蹲一下。画面上没有王嘉尔，但其实他正在努力的工作。佳儿，我帮你搬个凳子去，你坐着弄好不好？没事 ，OK 的 ，OK 的啊。哎，这个为什么会这么生？这个是没有放辣椒的 ，just for you。哇哦，其实景瑜哥也不能吃辣，一点点辣可以接受吗？一点点可以。哇，香味出来了。好香啊。我们这边待会儿也会很香。哦，哇，6分11秒，加油！来，我们把这个这没焦吧？没有焦，特别好，特别好。你现在去把那个捞出来。哇，这大排骨太过瘾了。这边垫一下纸，让它在这里面。家人一直在用眼神给我讲故事，你知道吗？你专心一点啦，王嘉尔。是。一勺，好，可以了，搅拌均匀就好。哇，看这边好油啊！哇，嘉尔太油腻了，受不了呢。嘉尔，你这种获胜的方式我很不赞同。我会有压力这样。你看。你是把什么倒进去啊？把海参和香菇。绝了！这个下酒菜也太高级了吧？这是什么？奶油。啊。哇，那个看起来哇很能打。那这个酒糟呢？要用。用这个香菇做一个汉堡啊！我先放一下位置，然后你看一下。好，这是嘉尔刚刚切的番茄，大家看多饱。其实没有什么贡献。这个是辣的对吗？辣的。我们做2个辣的，2个不辣的，好不好？好。Oh my， 漂亮。好了。哎呀！好哇，厉害！这个下酒菜。上桌喽，漂亮。
还有27秒，可能有人满了，没关系。哎，这是什么？哦，烟熏啊！我们要加一个小小的工具。对啊。灌的这个是烟熏的气，这样会让它吃起来有一股不一样的那个烟熏风味。哦，谢谢。上菜了。料理，一个是一个像海鲜堡的感觉，另外一个呢是，炊烟袅袅，一个烟熏的小汉堡，烟熏的味道。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排山倒海，还有一个甜品。但是今天既然是说做的下酒菜，没有酒怎么行呢？当然，你需要竹叶清酒。对，我们请我们的磊子帮我们去用这个高级的东方威士忌竹叶青帮我们调一个。景瑜哥，我们用的是就是竹叶青酒。哦，它是东方威士忌，而且加了冰块之后，它的口感会更好喝。来，朋友们，来干杯 ！Yes， 冰镇后更好喝。怎么样？很清爽，很清甜啊！来吧，可以直接加吗？当然啊。啊，我先搞一个虾翅吃。来。哇，好好吃啊！好吃吗？感觉这个鹌鹑蛋好好吃啊，它外面的皮贼脆。好好吃啊！朋友们，快！何老师，那个可以蘸着面包糠一起吃也好。哦，好。哇，这个好酷啊！哇，就感觉好生猛啊！啊，真的很棒！我要和你做朋友，真的。这个是红枣，对不对？对，红枣和那个粽子，对，红豆粽子，对。啊，这个有点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有醪糟，对，酒酿的、那个，就是我想象中是入口先是牛奶味，结果先是醪糟味，对，酒糟的味道。现在我们再来尝一下，这个用勺，对不对？对，这个用勺子，用大的勺㧟到小碗里面，然后你想要脆的，你还可以弄这个。这虾真的很精彩，有海参，还有香菇，还有虾，然后搭配一点炒米，吃起来口感会好一些。快！哇，这个好香啊！很香吧？这个也好吃，也好吃是不是？佳儿，我觉得这个你应该能吃，我帮你试一下，这个是不是辣的？这完全不辣，完全不辣，完全不辣。我学会这个，朋友聚会就做一下了不得了。哇，这个好好吃啊！可以帮我们来弄一下吗？可以的。好好吃啊！两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我要和你做朋友。好妙，两边虾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这个排骨真的很下酒，排骨太棒了。吃这么多美食，你觉得我们需要什么呢？每一天小白乳，来口清爽零脂肪的每一天小白乳，唤醒肠道消化力，白吃白喝无负担。我觉得凭良心吧。他觉得他给了你每一天小白乳，你应该给他什么？这个意思。同时也希望你想一想我们度过的每一天。好了，你想好了吗？
首先这个排骨真的是从做的时候我觉得很厉害，从它那个排骨裹了那个干粉下锅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吸引力，对。然后上来也真的好吃，我没有想到15分钟可以做到这样一道菜，真的很棒。然后那个海鲜堡，一口让我心里特别满足，这一口太香了，谢谢。然后我也特别想学那个炒米的那道菜啊，真的吗？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去朋友聚会什么的会很加分的。你就根据这2道菜给你的感觉，走到他们中间决定，我们有且仅有1枚的主厨勋章，今天要给谁？好，来，加油！那我就宣布这个主厨勋章，我要送给我给炒米这边嘛。我们祝贺罗拉，同时呢，也同样要感谢我们的明亮，还有超越还在吃。明亮今天这个非常的好吃，而且它真的很下酒。罗拉今天这个海鲜堡确实是每一样东西的味道、食材都被完全的保留，再加上炸的这个米啊，这个脆感确实是很惊艳。我们再一次祝贺罗拉，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景瑜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下一期呢，我们要开超越的冰箱，我也非常的好奇，我们一起期待。本节目由清爽零脂肪好喝助消化的每一天独家冠名播出，唤醒消化力，活力每一天。本节目由一起好好喝杯茶的立顿联合赞助播出，一杯好茶换元气，轻盈自在无压力。感谢水槽洗碗机原创发明者方太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拜托你家水槽该换了。我们的节目由好运锦鲤竹叶青酒只给我喜欢的人赞助播出，竹叶青酒草本健康，丝丝清甜，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拜托了冰箱。感谢新浪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特别合作媒体新浪娱乐的大力支持，感谢健康生活顾问丁香医生。谢谢我的搭档 MC 超级奶盖越看越可爱的王嘉尔，奶盖面，超级有派越长越帅的黄景瑜先生，超级跨时代越聊越依赖的何炅老师。上知乎 APP 搜索拜托了冰箱，加入知乎圈子，赢限量签名照，更有爱豆不定期空降与你惊喜互动。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拉。这一次我给大家做的是黄景瑜期的喝不趴的趴。现在先教大家来制作一下我的香菇秘制小汉堡。我们先准备好香菇，指甲盖大小的黄油。放黄油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在烤箱里面烤的时候不容易太干。把我们的香菇放在烤盘上，撒上一点橄榄油，加一点点食盐，200度烤1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来制作一下我们的汉堡馅。我肥肉的加入，汉堡肉吃起来会更有口感一些。1/4的洋葱、大蒜、五香粉、白胡椒、盐、爆料酒、青椒段。取出我们的肉泥，然后搓成小肉丸以后，我们就可以上锅去煎了。这样用铲子轻轻压一下，不要压得太扁哦。大概煎1分钟左右就可以翻面了。两面都煎焦黄以后，就可以放入烤盘中，再放烤箱里面烤3到5分钟左右就好。来制作一下我们的酱汁。鸡蛋酱、蛋黄加椒面，烤好后取出，先放上我们的汉堡底秘制酱料，放上2片番茄、1片罗勒，再放上我们的香菇，将它们串在一起。原木的烟熏里大概熏3至5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制作的是下酒海鲜脆米堡，将虾头和虾身分离一下，
把我们的虾头放在旁边备用，然后取泡发好的海参，对半切一下，油温大概6成热，把我们的米下去，记得要用小火来炸，不然太容易糊掉。米炸到微微金黄就可以捞出了，下入姜片，把我们的虾头放进去。虾头油的颜色大概褐色的时候，就说明可以了。虾头油放入砂锅，我们的葱段、干辣椒段，1勺的黄豆酱，玉米淀粉，加一点的水，加入水淀粉，加入我们的脆米，放入我们炸好的虾头，装饰香菜。我的菜就是这样烹饪出来的，大家有机会在家里也要试一下做哦，真的很下酒。号外号外！王嘉尔入驻腾讯视频了，打开腾讯视频首页，搜索王嘉尔即可关注他，超甜惊喜持续放送，快去解锁吧！